提起大名鼎鼎的夢幻模擬戰，也就是朗古瑞薩系列，相信老玩家沒有不知道的，一套可以升級轉職的指揮官加相互克制的傭兵系統，讓它成為了無數戰棋遊戲愛好者心目中永恆的經典。從1991年美賽亞在 MD 平台發行了首款遊戲，直到1998年，夢幻模擬戰系列總共推出了5部正統作品，在這期間和之後的一些年也有些衍生作品。但今天這個系列並不是主角，經典的遊戲系列都不是憑空誕生的，之前一定經歷過積累與沉澱。美賽亞從1986年開始就在當時的電腦平台開發策略模擬類的遊戲，從87年到89年在 PC88 上推出了艾露斯利多系列3部曲，不過由於平台的局限性，當年在日本以外的地區幾乎没有知名度。3部作品分別是艾露斯利多、蓋亞的文章和 Skyflame 炎之大地，力圖打造一個奇幻史詩的長篇故事。此後美赛亞便將續作更名為了朗古瑞薩，但基本延續了3部曲的世界觀，這才有了夢幻模擬戰系列。今天要介紹的 PCE 上的蓋亞的文章是3部曲的第2部，是在電腦原版的基礎上的改良移植版本。蓋亞大陸是劍和魔法支配的世界，自從遠古時代開始，光與暗的戰爭不斷，兩大強國艾露斯利多和維爾澤利亞一度維持着和平，直到2個國家的國王齊格哈特和博澤爾分別獲得了神聖的光之力和暗之力。在遊戲的開始畫面有3種可選模式，分別是場景模式、建造模式和戰役模式。場景模式是在30個關卡地圖裡任意選擇一個來遊玩，可以選擇光明或者黑暗勢力，對戰電腦或者雙人遊戲，使用預設好的部隊進行戰鬥。建造模式也是30個可選的關卡地圖，但可以自定義部隊。第3個戰役模式是主要的內容，通過連續的25個關卡場景呈現完整的故事。每個場景進入戰鬥前，先有一個配置部隊的畫面，上方呈現不同的類型單位，下方顯示所選单位的名字和屬性。4項屬性分別是攻擊、防禦、射程和移動力。選擇一個單位要消耗點數，當前關卡可用的總點數顯示在右下方，部隊的總數不能超過20個，當然越強大的單位需要的點數越高。接着可以選擇一種魔法，所選的魔法無法操控，它們可能影響所有的部隊，也有可能失效。來到戰場內，地圖被劃分成了多個交錯式的方格，回合制的戰鬥。每回合開始前有一個魔法表示的階段，看是否能生效。單位的起始位置都是自動放置的，不能自己定義，並且每個回合哪一方先行動也是隨機決定的。用光標選擇單位，4個基本的指令操控它們：移動、戰鬥、撤退和結束回合。部隊來到地圖的邊緣時，撤退指令才有效。當攻擊敵方部隊時，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攻擊動作，看不到類似血量損失或者任何其他的信息。被攻擊的敵人要麼消失，要麼還在。這句好像是廢話。關於戰鬥損傷的計算，說明書上並沒有信息，這裡也沒有找到對此比較權威的解釋。我猜想可能是類似於現實當中棋盤遊戲的規則，扔骰子，然後用骰子的點數結合雙方的攻防屬性值，之後再結合地形的修正。所以關於本作的戰鬥邏輯，簡單的概括大概是這樣的：回合開始時，隨機骰子點數決定誰先行動，根據不同魔法的生效概率決定是否有加成，按照不同单位的屬性值結合隨機骰子點數，再加上不同地形对於攻擊和防禦的修正值，最後來決定是否消滅對方。除此以外，有些单位還具備了反擊等特殊能力。每場戰鬥都有一個標準的回合數，在該場景的戰鬥結束後進入評價畫面，根據用掉的時間和在戰鬥中的表現獲得評價和得分，看是壓倒性的勝利，或者是勝利，又或者是失敗。作為 PCE 主機上的第1款 SLG， 應該說這款蓋亞的文章內容相當基礎，系統玩法離後來的夢幻模擬戰也有一段距離。不過在1988年這個時間，有一款嘗試用策略模擬類型講述故事的遊戲，就已經為後來的成功鋪墊了道路。